江西庐山因西汉司马迁的一次南登名标《史记》，以其风光奇秀、隐士驻足、宗教同藏、诗墨大观而被称为隐逸文化圣山。千古时光的流淌中，庐山作为中华文明与宗教文化发扬流光之地，无数的历史、宗教、文化事件在这里登场演绎。东晋末年，一位名叫慧远的僧人将庐山推上了南方佛教中心的高度。慧远大师西行匡庐，召见东林寺，因其道圣德隆，感召很多中外高僧、学识名流归头坐下参学问道。这位佛教中国化趋势的引领者，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件事，是创建了历史上第一个结社念佛团体白莲社，实志求生西方净土。慧远大师率莲社同仁，在东林般若云台阿弥陀佛圣像前专修念佛三昧。莲社中人大多都有临终往生净土的瑞相。慧远大师一生于三昧中，3次亲见弥陀圣经，临终蒙佛亲垂接引，为净土法门在震旦的弘扬拉开了序幕。而后的唐宋元明时期，在历代净土祖师的推动下，念佛一法渐成体系，独步成宗。慧远法师被尊奉为莲宗第一祖，庐山东林寺也从此承载起了莲宗第一祖庭的使命，弘护莲风披阵，历久不衰。物换星移，沧海桑田。东林寺的兴衰，系与国家的兴衰唇齿相关。到了明清之际，古寺渐趋衰落，文革后期更是一片废墟。文革结束后，随着国家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落实，东林寺终于迎来了祖庭重光、慧灯再续的新契機。新華社社長周南先生同埋中國佛教協會主席，而演藝界亦都好支持呢次嘅成。1993年農曆11月17日，阿彌陀佛聖誕日，香港天壇大佛開光法會，時任建國後東林祖庭的第一代方丈果儀老和尚也在列集席。老和尚目睹天壇大佛慈悲莊嚴的聖容，感慨萬千。中國大陸浩浩山河大地，在近13億蹉跎掙扎的苦難眾生中，竟無一座阿彌陀佛聖像來接引芸芸眾生，實在是愧對佛恩，愧對眾生恩。況且又遇上這盛世的時代，本應是興佛之良機，豈能無為虛度？而今他雖已到晚年，卻再發宏願，期建造阿彌陀佛大石佛來接引眾生。這個93年的這個30晚上夜裡發的願，就是所有的出家人、世尊弟子跪在東林寺的大雄寶殿前面，然後跪在那裡發願，就是說要建東林大佛。发愿后的第2年，国老便化缘州尽，西归梦园，世寿73岁。而见大佛接引众生之宏愿出发，如将种子播撒，只待后人深耕。
1994年10月，时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的传印长老，受江西省佛教协会与政府宗教部门的恳请，升任东林寺方丈，更续国公遗志，率东林僧团继续推动大佛建设进程，完成了东林大佛由石像变成铜像以及逐级批准的过程，把东林大佛建设推进到实质性的筹备阶段。我们国家古代留下来大佛很多那么大的佛呀，没有一尊是阿弥陀佛，而阿弥陀佛恰恰是普及面非常的广大的，非常重要的。信仰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是生命上的归宿，生命上的救济。所以在东林祖庭能修这么一个大佛是空前的，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现在，由于传印长老主要承担中国佛学院的教学管理，路遥第一，教务繁多。2003年9月，他郑重将东林大佛事业付诸弟子大安法师，至此，东林大佛的建造正式启程。东林僧团也发愿，以阿弥陀佛大铜像作为核心，也要建成一个让海内外共享的修行净土法门的一个道场。由于中国大陆的世界文化景区有过度商业化开发的趋势，国家出台了相关条例，规定凡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建设3000万以上项目，均需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核准。东林寺恰好在庐山自然保护规县之内。面对突降的国家政令，东林大佛建设工程按下了暂停键。在多次申报未获核准之后，东林僧团决议迁址建佛。几经奔走选址，东林大佛最终落定于庐山南麓星子县，北纬30度的鄱阳湖畔观音堂山。地球文明形态中，北纬30度线是一条神秘又奇特的纬线。这条贯穿了4大文明古国的纬线，充满了神秘难解的自然文明之谜。百慕大三角区、埃及金字塔、玛雅文明遗址、珠穆朗玛峰，以及中国佛教4大菩萨道场的普陀山、峨眉山、九华山，以及藏传佛教圣地布达拉宫，都在这条纬线上并存。东林大佛几经曲折兜转，最终落定之处，正位于这条神秘的纬线之上。这看似偶然的选择，从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与地球众生隐秘摄护的关联来看，却充满了寓意深远的必然。当时东林僧团常住比丘只有40-50位，每年的募捐供养也非常少。面对人才双缺的困境，僧团以征集大佛小稿为契机，开启这场请佛注释的浩大工程。为向世人托出这样一尊能够流传后世的精品大佛，东林寺从2003年11月开始对社会征稿竞标，到2008年终稿完成，进入铸造。东林僧团带领雕塑艺术家曾做多次重大修改，大小一稿多达20余次，历15年。大安法师经常讲的就是说，好的佛教艺术是宗教性和艺术性完美的结合。对东林大佛的造像设计，东林僧团提出将阿弥陀佛慈悲无为的宗教精神融入设计，目的在于令十方瞻仰慈容者信受称名，求生极乐净土。定位于既要保持佛教造像法度的传承，又能达到宗教内涵
与艺术审美的双真，这就要求艺术家要以恭敬虔诚的心去萃取升华。2006年，大佛设计在孙继元教授与僧团的努力下，经历无数次商讨与修改，渐渐成型，终于和大众见面了。大众评价良好，然僧团认为还有提升的空间，便于2007年有请雕塑家郭冬青操刀再次调整。僧团又踏上了漫长的修改历程。2008年3月，大安法师与德亮法师住在铸造厂里，集中20余天与郭冬青老师做最后一次重大修改研究，力求充分表现阿弥陀佛慈悲威的内在精神。东林寺付出好多，他的那种表达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是用心，真是用心。每一个译文都有他的见解，对佛的理解要比我们要高多了。大家都是用恭敬心，他呢就赋予了宗教情怀在里面。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2008年6月，这尊历经5年4次重大调整的阿弥陀佛圣像终于定稿了。其恢宏、大度、慈悲、威力，像慈父般，宁静中带有欢喜，方正中展现威德，金色巨手的垂接，两足宽大的稳重，让众生由衷升起大皈依、大靠山、大安乐之心。东林僧团一直秉承着古贤们对佛教造像的内涵传承，所以阅览无数，取材钻研，却发现在中国古代佛教造像中从来未有过露天建造的案例。无论是龙门卢舍那佛还是乐山大佛，都是安放于殿宇中的。后来我们到深圳去拜访这个本范老和尚，本范老和尚当面就说了，哎呦，说佛在那个雨地里啊，风吹日晒哦，我都不忍心呐。哎呦，说了我们心里就不好意思啊。宝盖在佛教中又称华盖，比喻佛法遍覆3000大千世界。宝盖上的火焰御风生展，象征着阿弥陀佛的无量寿光弥漫法界。宝盖的设计是东林佛子对佛的恭敬心的表达，不仅能为处于露天之中的东林大佛遮风挡雨，更增添了大佛的气魄威德，成为东林大佛艺术设计上的一大特色。后来在讨论会里边呢，他们也提出来说，你这个宝盖这么大，81米高，又在高山上的，这个安全不安全啦？这个大佛在这里立在这里啊，不是10年、20年或者100年的时候，好吧，我们又把这个设计资料拿到成都西南院去审查。当时西南院呢，在国内来说，在钢结构是很有名的，他们审查完也说可以，没问题，没有大问题。我说这个钢的这个这么焊起来的，1000年都不倒。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这首赞佛偈是每个敬业行人都耳熟能详、众口传唱的。经典上记载的阿弥陀佛紫磨真金色身的形象，已经在念佛人心中深深植根。用黄金装饰佛身，是后世佛子对大慈悲父的礼敬，也是对自心的庄严展现。然而，在资金极其匮乏的当时，这个愿望也仅限于信众们的头脑想象。
2005年6月，正当大佛工程建设停建的间隙，大安法师接到了一张来自新加坡居士林的邀请函。这是法师第一次走出国门弘法。出乎意料的是，这次海外弘法不仅取得了热烈的宗教效应，并且促成了以弘法带动大佛建设的新模式。所以在我们的信心的过程当中，刚去的时候呢，因为毕竟来说他是第一次在海外弘法，认识他的人不是很多。如果他是江湖医生，用一把菜刀给我做手术怎么办？不能轻易的教。我就把这讲经怎么讲的，跟一些法师讲的净土有点不一样。听的那真的是很受用，在里边听，虽然讲1个半2个小时，听着好像很快，怎么会这么快讲完了？哎呀，临终接引，那阿弥陀佛忙得过来吗？就是这个消息像草原上的风一样，吹得很快。第5天、第6天，基本上就这个整个讲堂都满了。要放下呀，把厌离心彻底的提出来。厌离心就是般若。一次又一次的听都是听的，有些听得痛哭流涕。传播出来以后呢，大家才知道说原来真正的净土法门所讲的内容是这样的。说原来东林寺还在这个慧远大师传这个道场他还在趁彼愿力，决定往生。千愿行发行出去以后呢，就产生了很大的轰动，然后就不断的加印。我们这个世界一桩奇事了，甚至可以说是法界里边的一桩奇事。你这辈子做一件最好的大事是什么？请大安法师来。在净土中土地要建一尊48米高的阿弥陀佛金身，我们大家一定要随喜功德，钱还赚要有，机会来很少有。在大安法师的手下把它建得很完满，也是我们娑婆世界一个西方净土。所以在每一次弘法结束以后，都会有大批的居士感恩东林寺，感恩这个净土。其实他最直接的方式往往就是捐款。跟着阿弥陀佛是个大事啊，我们往生都要靠阿弥陀佛来接引的，到处去木匠给人家宣传这个事了。随着东林僧团弘法的脚步遍及各地，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信众对净土燃起了信心。阿弥陀佛慈父的赤子们纷纷吹响了回家的号角，国内大批虔诚的信众也纷纷投入到请佛住世、振兴祖庭的工程中来。净土院建设的资金也从几百万到几千万，甚至逐年递增。2007年4月初8，期盼已久的东林大佛建设顺利开工。宣布东林大佛工程正式启动。南无。这一天，风雨大作，仿佛预示着这场浩大的请佛住世的报恩工程必将是一条艰辛之路。东林大佛从建设之初就完全依靠佛教4众弟子的力量，并起商业化的运营方式，并由僧团自主主导进行建设。工程开工以后，多家施工单位先后进入现场作业。针对施工管理与材料设计等工作，对于从来未有过建设经验的僧团来说，都是极大的压力和考验。困难虽多，但东林寺要建设精品报恩工程的信心却从来没有动摇过。东林大佛的建设是报答弥陀深恩、国家深恩、众生深恩的报恩工程，大佛的落成也必将是一切众生的福祉。寺院这个理念上一直是很坚定的。你想它留存于世，起码你这个质量，你本身你要留得住啊。你像这个社会上的一些项目，
都是追求建设周期。另外一个他要关注的就是什么呀？就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在寺院就不同了，寺院他看重的就是质量跟安全，每一个环节都要求要做得最好。僧团的理念，我们一定要放在首位。这个佛像，我们要用最好的材料、最好的工艺，来把它做得非常殊胜、非常庄严。如果是做一个寺庙工程的话，它应该是今日之精品，明日之文物的概念。我做了现在100多个佛教的寺庙的工程了，大大小小啊，没有一个项目有这么难度大的。这个僧团的话呢，不像其他的的话，它是自己亲临动手。同时，在大佛铸造之初，还向铜板中融入了48公斤黄金，可以说每一片铜板里都融入了海内外4众弟子捐赠来的黄金饰品。除了在佛身内融入黄金，真正的重头戏是为佛身贴金。因为大佛体量巨大，又是户外露天作业，贴金经历了气候、技术、经验、多工种同时操作等多重考验。从2011年到2017年贴金3次，历16年。像这么大的体量的佛像，在户外贴金的，现在我不知道，当时应该是首例。因为这个是一个世界性的，也是第一次我们吃螃蟹的，原来我们基本上是做室内的，那这一次就是整体加上3层金，局部比如它的脸啊、胸啊、手啊，雨水能打得到的地方加上5层，第一层打的金箔厚度是平常的是2倍的厚度，那也就是520克打1万张金。那第2层就是400克打1万张金，最后是260克打1万张。那我们用漆也是这样的，一层比一层薄。为确保第3次大佛贴金完成，东林僧团持念49遍大悲咒，祈祷佛力加持金箔，让这尊期待已久的阿弥陀佛圣像能够庄严地树立在众生心田。在僧团和信众们齐心铸建大佛期间，一段让人难忘的光景感动着每一位见佛人的心。在南昌新建县的一个工厂里，大佛铸造车间的旁边有一个念佛堂，格外与众不同。当时都是南昌市的，一共7个组，大约加起来能有400多人，公交车最长是要坐2个多小时。那个念佛堂人也蛮多，大家就是念的心里都很欢喜的，都也不觉得什么热啊或者燥啊都没有。从2007年净土院开工到2010年大佛熔金铸造，念佛堂的佛号在大佛铸造现场一日未绝地回响了3年。3年如一日，资白二众如此真诚地持念佛号，只为祈请佛力加持大佛铸造顺利圆满。这在国内外建造大佛历史上都是罕有的光影片段。伴随着声声佛号，僧团与信众们的信心被这不可思议之阿弥陀佛大愿所加持，终于在2018年1月24日，释迦牟尼佛成道日，洒尽开通示众。迄今为止，围绕东林大佛所建的净土院工程10亿元以上的庞大资金，每一分毫都是由海内外佛教4众弟子滴流入海，聚沙成塔而来，这在古今社会都不至于
一个奇迹。当你的目光掠过已初具规模的东林寺净土院，那尊熠熠生辉的阿弥陀佛圣像，那幢独具匠心的宝盖，那一座座雄浑庄严的殿宇时，一种久违的感动就会油然而生，就会送出礼敬赞叹，就会去铭记意念。一个心愿，一尊大佛，一个僧团的诺言，一座崭新的家园。历经3任方丈，迎诵20载春秋，取净土宗风，赞和谐盛世，振古烁今，继往开来。东林净土院的建设，随着接引作用的不断扩大，园林的细节装饰、净土文化全方位展现，仍在不断的完善。东林僧团力求要打造一座净土艺术园林，一项能流传后世的精品工程。无论是中轴线上圣堂殿宇的宏阔气势，还是随处可见的奇石名树、净土元素等星罗棋布，以及美轮美奂的圣像壁画宣说法义，这一切都在向世人再现一方人间净土，令瞻仰者心生向往，信愿念佛，立在打造往生极乐联邦的中转站。此事难言绝后，绝功可谓空前。重峦叠翠望峰巅，巨佛凌空耸战。东林大佛建成后，传印长老赋诗表达无尽的赞叹。在东林大佛20余年的建设历程中，这位泰斗老人的目光从未离开过东林大佛，始终给予最坚定有力的支持。大佛身后还站立着佛教界诸山长老的身影，诸如本焕长老、蒙参长老、明学长老、根通长老等。这些长老殷切的关怀和勉励，为大佛建设输入源源不断的信念和力量。给予信念和力量的，还有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各级政府的支持，更离不开东林僧团、信众、义工以及所有参与建设者多年来的无私奉献。东林净土院从2007年动土开工至2018年开通洒净，历经近12年的辛苦建设。期间，无数的师父与居士们纷纷从全国各地来奔赴大佛，发心付出，与东林僧团一起面对艰辛，克服重重困难，甚至于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主要的都是以年轻的居士，他不求回报的。有一个张建东居士，在冬季呢，他因为在那边租的房子住，因为他冬天冷，用那个取暖的方式啊，就用比较早期的这个炭炉，一氧化碳的中毒，还付出了这个生命。还有一位就是德亮法师，德亮法师是07年过来的吧，他是学艺术的，他这个看到东林寺建大佛，他就放弃了他的高薪待遇，来这里跟随法师出家建大佛。那个时候的工程的主要的可能是他在担当这一块，对东林寺僧团建大佛他做了很大的贡献。2017年7月19日，为大佛建设功德至伟的德亮法师功成圆满，洒然西归，时寿44岁。
刘诗云：我有菩萨妙真容，巍巍端坐宝莲宫，直待娑婆苦报尽，神归宝宫复本行。这正是德亮法师、张建东居士以及无数信仰者们为东林大佛建设前赴后继、无私忘我的动力源头所在。东林净土院的护法义工团队在僧团的领导下不断壮大，从2016年的70-80人到目前的600人左右。发心的信众来自世界各地，人数也在逐年上升。目前护法总部下设12个部门，覆盖道场的各个角落。在义工们虔诚护持三宝的同时，护法团还组织居士们念佛共修、听经闻法，共成道业。经过几年的运营探索，现在呢可以说从管理上已经非常成熟了，运转高效，执行力非常强，同时呢互相这个协作的机制也更加完善，就是靠法的力量来凝聚大家的心，为常住保驾护航，使净土院呢能够平安、稳定、清净、庄严。扬弥陀愿力，归风月故乡，其极乐境遇，见本来真心。自莲宗初祖慧远大师召见东林以来，历代净土传灯人皆以共同的心愿，致力于阿弥陀佛在众生心中的建立，光明的播撒。东林大佛在这个时代经百折而终成，是阿弥陀佛愿力的展现，时代因缘的和合，众生善根福德之招感，无量来者之圣缘。我们都知道，登林寺为推进佛教中国化是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个登林大佛的兴建，它会成为僧团修行的好场所，这些居士学佛的好地方，还会成为那些游客向往的好去处。大佛在17年的时间呢，在山门口立了一个进园永久免费的一个石碑，向社会广大信众做了一个郑重的承诺。这是我们的东林僧团做出的决定，让所有的信众没有门槛的进入我们的净土院来参礼我们的阿弥陀佛正尊圣像。从这个佛法角度来讲是种了很大的善根在佛前一称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合掌顶礼，那是永为道种的，必定将来会成佛的。如今的东林净土院已俨然成为一座接引世界各地信众的国际道场，人流量也在逐年增长。现有的硬件设施已经无法满足今日之需求。为了满足信众们念佛精修的需求，东林僧团也正在不断增加大念佛堂、讲堂、闭关房等一系列扩建工程，同时培养弘法利生之僧才，重振如来之家业。东林寺净土院将与东林祖庭一起，担负起东林再起盛世、连峰重振远播的历史重任，大开弘化传教之风，笃行护国佑民之事，成为万水朝东、四海归头的弥陀道场，全球现代及近未来际的佛教弘化中心。